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前公司经理拿着豪车购置合同跟我炫耀，说我卖一辈子臭鱼都买不起他一个车轱辘。我看着我的迈巴赫陷入沉思，也不知这一个车轱辘能买多少辆他的车。可笑，他们还觉得我是那个一无是处的穷小子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提车时遇到前公司同事，他们正围在经理身边恭维他买的新车，转头看到我立刻露出了不屑的眼神。前组长，小宋啊，卖车比卖鱼舒服多了吧？前经理，卖这么好的车，买得起一个螺丝钉吗？前女神，你还是过得这么惨，不再想吃天鹅肉了吧？我看向旁边的销售，这迈巴赫是我订那辆吧？刷卡，迈巴赫，你吹牛不怕闪了腮帮子？这台迈巴赫上千万，你给你爸妈烧钱都不敢烧这么大面额的吧？多年前的经理邹平处处针对我，还把我一直追的职场女神抢到了手，而现在说话的这人，就是一直为了讨好邹平而鞍前马后的前组长杨杰。我当时的顶头上司，为了阿谀讨好，他没少刁难我。这次依旧是他喊得最大声，语气里满是嘲讽。我爸是卖鱼的，那个时候，我爸知道我一毕业就入职了大公司，十分高兴，就带着摊位里上好的，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鱼来公司，想把鱼送给同事们，好替我跟同事们打好关系。可谁知，我爸自从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刻，就被无数人嘲讽嫌弃，说我爸浑身上下都是腥臭，就连一直跟我处于暧昧阶段的公司女神闫菲菲都眼鼻皱眉，跟我说让我以后离她远一点。他还说，怪不得他每天都觉得自己身上有股若有似无的臭烘烘味道，原来是从我身上沾染过去的。且不说我爸今年卖鱼，身上是不是有鱼腥味，自我入职以来，为了能更好地投入到工作当中，我用在大学里兼职挣到的钱，在方便交通的地方租了个小房子，我自己一个人住，身上根本不可能有那种味道。可自从我爸来之后，公司所有人在我经过的时候，都会捂住鼻子，露出毫不遮掩的嫌弃。我还以为是我身上真的沾到了味道，我好好把衣服里里外外彻彻底底的搓洗一遍，身上还喷了香水。香水是商场做活动送的小样，不多，但是够我用好几次。可谁知道，他们竟因此诬陷我偷了邹平的东西。他们说邹平的香水就是这个味道，而且放到桌子上就没有了。我平时一副穷酸样，突然喷香水收拾自己，是因为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不用花自己的钱，才突然这么大方。我当然辩解，坚持让他们查监控。可谁知，有人私底下告诉我，他们就是要整你，无论我怎么做，他们都要找个由头把我排挤出去。因为邹平看上了闫菲菲，他要把我踢出公司，不让我再靠近他。而公司里的人这么做，都是为了讨好邹平。终于，当时的组长杨杰找我谈话，说我的行为对公司产生了恶劣影响，让我自己辞职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不识趣的话，他就要把这些告诉我爸妈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个小偷。我爸妈自己养大的儿子，怎么会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可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不好，我不想他们遭受骚扰，因为这种事情烦心。反正我有真才实学，离了当时的公司，又不是没别的去处，我辞了职。可没想到，邹平竟然到处跟人污蔑我，导致我在同行业根本找不到工作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先帮我爸顾鱼摊，让我爸尽早去医院看病。可谁知，
我爸还是在不久之后离开了，因为我爸误以为是他送鱼导致我离职，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，身体才急转直下的。我妈也太伤心，有一次哭岔气，没缓过来。我从回忆里回神，杨杰跳起来，拿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颈，把我的头带到他跟前。干嘛？怎么还红眼眶了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我们坐办公室的，欺负你一个风吹日晒，在外面拉单子跑销售的呢。我笑笑，这么多年，想起爸妈来，我这个当儿子的，怎么可能会没有心绪起伏？杨杰个子不高，原来一直嫉妒我1.8米的大个，所以经常这样对我，带着些羞辱的意味。我单手把他胳膊拿下来，他疼得龇牙咧嘴。其实我没故意用力，只是这些年生意越做越大，也越来越稳定。我经常健身的缘故，体格比寻常人强健不少。我整整身上，我的西服是个很低调，但价格有些小贵的牌子，他们不认的也没什么关系。况且被误认为销售又怎么了？只要是靠脚踏实地、努力生活的人，都值得被尊重。我不理会他们，继续跟脸色有些发青的汽车销售说：“刷卡吧，别闹了，送枪。你没必要跟我们演戏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怎么还不能放下？这样装腔作势有什么意思？”是严菲菲，她眼里满是怜悯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真有多善良、多好心。当初你也骗我说家里做些小生意，我看你穿得干干净净，也就没多想。可谁知没多想，以为我家里生意小虽小，但也可以养你，够你挥霍是吗？意识到不是之后，你就连装都不想装，直接帮邹平羞辱我。我跟旁边的销售说：“你先去准备购车合同吧，不急，一步步来。”销售离开后，周围人又是哄堂大笑。邹平买辆车，竟然在周末时间叫了整个部门的人来。我看像真正装模作样的女人。我现在依旧做点小生意。严菲菲一副十分无语的样子。算了，跟你这样的人真没什么好说的。你明明穿着这样的地摊货，却在这里找人跟你演戏。你不会还在卖鱼吧？要知道，是他们主动叫住我的，我事先也不知道他们在这里。他说完，周围又是讥讽的笑，一如当年见我时捂住鼻子嫌弃的样子。而严菲菲的表情明显是说，当初瞎了眼的是她这样的女人。我当时一个刚毕业的愣头青，着了她的道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费解。我说，这身衣服大几十块钱，不是地摊货是什么？这个扬高声音打断我的，竟然当年那个私下里提醒我的人。我还一直以为他和那些人不同，其实后来我生意有起色后，曾联系过他，想让他来我集团帮忙的，薪资待遇不知比原来好多少倍。可那时我却发现他把我删了，我还以为他是不想被我打扰。我平时跟他关系不是太亲近，他能做到这种地步，私下里跟我通气，已经是仁至义尽。没想到这么多年不见，他也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我说贷几十，单位是万，我不是要炫富，没什么好炫的，只是他们一直咄咄逼人的嘴脸，有点太可恶了。周围人又要闭眼嘲，可是这时有人弱弱说了句：“好像是真的，是一个小姑娘，长得挺漂亮，也挺青涩的，看样子刚入职。”她举起手机，屏幕里是她刚搜到的商品页面。这个牌子只能是手工定做，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，要排很久的队，而且有时还要配货。不过所有一切的前提是，必须是他们年消费1000万的会员才可以享受到。那个小姑娘的话当然让所有人一下炸了，怎么可能？骗人的吧？
这是多少个零？我干好几年都挣不来一件衣服。有一个公司员工一下把小姑娘的手机抢过去，又惊又叫：你才月薪几千，这个数也就咱们经理的年薪。杨杰也看到手机上的数字，睁圆了眼睛，可随即又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有多让道貌岸然又小心眼的邹平记恨，所以立即改了口。谁知道这衣服怎么来的？说不定还是假的呢。他咋咋呼呼的指着我：宋枪，你真是出息了，原来就偷蒙拐骗，现在还满嘴没有实话。我看向他，冷淡的眸子让他霎时噤声。你干嘛？你还想打我不成？我告诉你，这里这么多人呢，你有点素质，真正没素质，惹其他来看车的人侧目的是他。一个作为邹平狗腿不断出去发疯乱咬的人。这时也有工作人员过来提醒杨杰，他悻悻住了嘴，脸上臊哒哒的，这时一直没开口。站在人群正中间的人推了推眼镜，我记得邹平不近视的，怎么还配了副眼镜？哦，平光的。这个小宋啊，你当时在公司做的事我们都知道，过去这么多年了，公司也不会再追究你，毕竟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当年诬陷我的那件事，其实过去这么多年我也有些释怀了，除了爸妈离开我让我悲痛外，其他的事情我也不想一直放在心上，毕竟要不是偶然，跟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见。这时有个销售走过来：邹总，您的购车合同拟好了，我们先签约吧。邹平乐呵呵地挥挥手：不急不急，我好好看看条款，毕竟这可是30万的车呀。他脸上装作一派淡然，可面皮底下的笑压都压不住。立即有人满是艳羡：30万，邹总真是厉害，年轻有为。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车呀？你就别想了，你在公司里干了5、6年，还是一个小职员，一年到头签不了几个单子，公司留你也是多亏咱们邹总大度，要不然早把你裁了。谢谢邹总，谢谢邹总。那人立即谄媚的笑，拿出一支烟就往邹平面前递，还掏出打火机准备点火。邹平瞥了一眼：妈呢？不懂事。就是这什么地方，在这里抽烟，真没见识。立即不少人附和，把那人说的脸上长红，连连陪笑间，那人看到了我。对了，某个人不是说自己要买价值几千万的迈巴赫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？演戏得演全套，演不全还不赶紧跑，站在这里看别人笑话，当心自己成了笑话。他好像找到了可以贬低的人，好像说我2句阴阳的话就可以让他找回刚才丢掉的面子。我说，刚才处理点事，我把手机收起来，你们先忙。那人马上说：哎呦，现在要跑了。我摇了摇头。这时前台接待人员来到我面前：宋总，不好意思，贵宾室刚准备好，让您久等了，您跟我来。贵宾室？我们邹总买了30万的车，你就让我们邹总坐在大厅里签合同，还让我们邹总的员工站在一旁干等着，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？刚才那个员工嗓门真大呀，应该整个展厅都听到了他的话。我想起来，这个人曾经还是在我刚入职时带我的人，当时缺人手，他自己能力不怎么强，还是当了师傅留级，可他半分实际本领没教我，还经常让我买东西孝敬他。可以说，我入职开的那些单全是自己摸索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全在我自己。刘琦不断煽动着周围人，仿佛被人附和的他已经没了刚才的灰头土脸，越说越扬眉吐气，得意忘形。接待人员欲言又止：先生，是这样的，30万的车
是我们这里最低端的车，是没有资格进贵宾室的。作为一个服务员人员，是不好说这样的话的。可是他们太咄咄逼人，已经让这个接待人员声音哽咽，不得不用这样的说辞，让他们停止叫嚣，扰乱秩序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那些自尊心太脆弱的人一下破防了。什么30万还是最低端的车？你懂不懂车呀？亏你还是这里的工作人员，叫你们经理出来。对，叫你们经理出来。旁边的接待人员也是个小姑娘，形象好，气质佳，应该没被人这么粗鲁对待过。这时，啪的一声，邹平把手中的合同往桌子上一扔。今天你们不给我个说法，这车我就不买了。他使劲拉了拉让他衣冠楚楚的领带，胸前起伏，应该也是觉得太丢脸。接待人员没见过这样的场面，毕竟这群人看上去太粗鄙，太像无赖了。接待人员都快哭了，竟然求助地看向我。我来过他们这个店几次，提过几回车，他们也算和我相熟一点。宋哥，您帮帮我。这时邹平的销售也一脸苦闷，毕竟邹平不买车，他这单提成就拿不到，白忙了。宋哥，他也面带请求地看向我。宋哥，你们感情都合伙演戏呢，请这么多群演要多少钱？你们是不是合起伙来羞辱我们邹总？这时杨杰跳着脚从挡着他的刘琦身后出来。接待人员和销售看到这一切都傻了眼。30万的车确实是这家店里价格最低的车。工作人员真的第一次见到这样蛮不讲理的一众人。我说，行了，都安静点，为难人家工作人员干什么？我对那边哭丧着脸的销售说，你放心，那辆车他不买，我和你签合同。刚好我手下刚入职一个部门经理，给他配台车，用得上，不算乱花钱。又转向旁边，你也先去吧，这里我解决。刚好，你去看看我的购车合同好了没？接待人员立即感恩戴德地离开了。那个销售也双手合十，不断和我表达着感谢。没必要，举手之劳，何必让人家这么谢我？都不容易。我说，邹平，这车你要不要？邹平一听，脸色发青。你叫我什么？你反了天了，分不清大小王。我名字是你能直接叫的。我淡淡扫了他一眼，我早就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了。再说了，你只是一个部门经理，公司不是你的，给我发工资的也不是你。原来叫你升经理，只是一种尊重。我不叫也不犯法。邹平脸上颜色各种变化，下不来台，不是我造成的，是他自己够装。我说着，打开钱夹，还没把卡拿出来，又是一阵嘲笑。这钱包你还用呢？那是不是打的补丁啊？说这话的是那个原来提醒过我，现在和他们同流合污的人吴良。我看向他，他眼神不敢和我对视。这个钱包我确实用了很久了，不仅是这几年，这个钱包我从上大学就开始用。那时我妈用买了一天青菜的钱去百货大楼给我买的，50块，虽不贵，甚至可以说是很普通、很便宜的钱包，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家来说，已经是我们好几个月的油钱了。我妈说，拿着，以后是大小伙子了，没件像样的东西怎么行？妈地里还有菜，还能卖钱，你只管好好上学，这些钱的事你别操心。我吐了口气，不能想，一想我妈还是心里难受，这就受不了了，戳中痛处，装不下去了是不是？趁早承认多好啊！装什么装？此起彼伏的声音，他们不知道我家里的事，不知道这段过往。吴良说这话也只是看到我用这个钱包而已，他看上去很心虚，还下意识拿眼神瞟向邹平和杨杰。难道我离职后
他跟我通风报信的事被这俩人知道，然后给他使绊子了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不能不管。宋枪，你刚才不是大言不惭要买我看中的车吗？我看你怎么拿这个破钱包里装的钱买价值30万的车。邹平也讥笑一声，把眼镜拿下来，喝了口气，擦了擦，重新戴好，一副翘首以盼，看我丢脸的样子。我从钱包中抽出一张卡，递给那个销售，车我买了，先去验资。那个销售连连摆手，宋哥，你我还信不过吗？堂堂宋氏集团的掌权人还需要验资，这不是打我们的脸吗？那个销售故意说给周围人听，然后来到我面前，把合同递给我。宋哥，你好意帮我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也不能坑您。你买车就没有下千万的，就是几年前提的都是100万车，可别因为帮我就买辆没用的闲置车。虽然你也不缺这点钱，我笑笑，没事，放心吧，我拿过笔，直接在合同上签好字。你还真签，可别因为打肿脸充胖子，变得负债累累。邹平在我落笔的时候就急了，我是有钱，可不会因为置口气就让30万打水漂。邹平看中的这台车也是豪车级别，需要调货的。这台车他应该等了好几个月，这次兴师动众的叫整个公司的人来，要不是因为这辆车真的拿得出手，他才不会想要借此来满足他可怜的自尊心。所以这辆车无论是性能还是外观都可以放心购买，给我分公司的部门经理应该也不会让他觉得委屈。销售十分感激，看我一眼，然后问我，宋哥，车是您自己开回去，还是我们派人给您送过去？我摆手，我司机在外面呢，说是要晒太阳没进来，一会儿他安排，我开一会儿的迈巴赫回去。销售十分高兴地去办后续提车事宜了，众人瞠目，眼看销售成功，刷了我的卡，再也说不出半个怀疑的字。可在这时，满场寂静之间，一直娇滴滴恨不得倚到邹平身上的严菲菲闹起来了。邹平，你怎么说的？不是说买了车咱们就结婚吗？这些年我孩子都给你生了2个了，你一直说跟我领证也不领，现在车也没了，你到底还想不想结婚？原来一直装作温婉温柔的人一下就变得尖刻起来，甚至还当场甩了邹平一巴掌，周围人都惊呆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严菲菲原来在我离职后没多久就离职了，专心当起邹平的金丝雀。说金丝雀也不太准确，可能只是一个生孩子工具吧。这些年她一直被困在邹平家里，除了带孩子就是怀孕。我想到这些年一直陪着我的未婚妻，嘴角露出一个笑。她有自己的事业，虽然平时也对我很关心，对我无微不至，但我们是相互的，她也没有丢失自己的人格。我这次提车就是给我未婚妻买的，我自己原来买的车性能还很好，完全还可以继续开下去，没必要再花钱。你笑什么？宋枪，你觉得我现在很可笑是不是？严菲菲使劲抹了把眼泪，继续拽起邹平散乱的领口。你说，你到底打不打算娶我？你要是不娶我，我就把2个孩子带走。情况不对。邹平额上青筋都暴起了，我没来得及阻止，严菲菲就被他狠狠抽了一巴掌，然后推出去。严菲菲毕竟是个女人，她原来羞辱我，我也不能坐视不理。在场只有我一个人扶她，我捂着红肿的脸，问我的第一句竟然是：宋枪，车你真买得起？把她扶起来后，我恨不得拿纸巾擦干净手，但绅士风度让我忍住了。谁知他竟然换上一副施舍的样子。宋枪，你愿不愿意娶我？什么？
我是真的太诧异于一个女人竟然能这么厚颜无耻，周围也是吸气声。而严菲菲好像十分自信，觉得我的愕然是因为受宠若惊。她转而看向怒不可遏的邹平，恶狠狠道：“姓邹的，老娘不要你了，你后悔去吧。”然后要来拦我的胳膊。宋枪，你把车给我，我就和你结婚。你原来可是我的舔狗，我现在肯嫁给你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动作够快，让他落了空。他眼睛都睁得像铜铃一样，满是不可置信。宋枪，你干什么？你脸上这是厌恶？别忘了当初是谁上杆子帮我拉业务，上杆子请我吃饭，帮我修东西的。原来我曾经对他的好，他都记得。我说，严菲菲，你是个女人，我不想用太难听的话形容你。当初我确实对你有过好感，我不否认，但是谁保能证一辈子做的都是正确选择？现在看清了也就行了。这时，购车合同终于准备好了，我正要去贵宾室签字，这时有人出声，打扰一下，阿枪。我立时露出一个笑，拉起来人的手，我未婚妻来了。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有个展吗？我温声问他，跟刚才和那些人说话时，表情语气完全不同。他努努嘴，我不来。怎么知道？你还和过往浪费时间呢？我笑，他呀，总是这样俏皮。我知道诗情不会误会我，只是故意这样说的。果真，还想纠缠的严菲菲立马愣住了。宋枪，这个女人和你是什么关系？我牵起林诗情的手，吻了吻她的无名指上有我们的订婚戒指，这是我未婚妻，我们马上要结婚了，到时候也就不邀请你们了。周围立即嗡嗡的，全是窃窃私语的声音。这个漂亮姐姐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不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个设计师吗？还是那个拿手机查我衣服价格的小姑娘？她这次把失而复得的手机握得紧紧的，让想看的人自己拿手机查。当然了，查的都是网络公开资料，不涉及隐私。终于又有人惊呼，真是这个女人，她是宋枪的未婚妻，这么好的女人，凭什么嫁给他呀？吴良垂着头，让人看不清表情。凭什么？你们刚没听到吗？那个销售说，宋枪是宋氏集团的掌权人。宋氏集团不光在省内，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号的企业，资产不可估量。著名设计师林诗情是有才有颜，可宋枪不知比他强多少倍。和诗情在一起时，我还在失魂落魄的阶段，是他鼓励我，让我振作起来，走出父母离世的悲痛。如果不是温柔又坚韧的诗情陪在我身边，我可能同样会取得今天的成绩，但无疑会比现在迟很多。我与诗情之间，不是这些俗物可以估量的，可是跟这些只为明哲保身，没有分毫是非观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？不管身后大肆或艳羡或嫉妒，或见风使舵讨好的议论，我握住诗情的手，和他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走进贵宾室。买这么贵的车，就因为我说了句喜欢。落座后，他嗔我一眼，我说，这次就别拒绝我了，想送自己老婆件礼物，可真是难。他也无奈笑笑，可脸上是真心实意的幸福感。我知道他开心，是因为我在乎他的喜好，时时把他放到心上。手续办得很快，司机已经把那辆30万的车开走了。我和诗情出贵宾室，准备也提车走人，可谁知刚一到大厅，就被人团团围住。笑，宋总。打头的是杨杰，他再也不敢跳起来扒拉我的脑袋，而是搓着手，一脸谄媚。宋总，想不到您短短几年就把生意做到了这种程度，真是大展宏图啊！就是，您看，
您还谦虚，说自己只是做个小生意，害我误以为你还在摆鱼摊呢。原来徒有师傅之名的刘琦也挤上前来，看着我的眼里都闪着光，就好像是从看一块只能割几口没什么油腥的肉，到转变为看一只可以让他占无数便宜的肥羊。苟富贵，勿相忘，宋总发达了，不要忘了我们呐。这句话应该用在曾同甘共苦的人身上，而不是用在唯利是图的小人身上。又有人掏出手机，宋总，大家原来都是同事，你看你把我们都删了干什么？来，重新加个联系方式，大家相互照应。他一说，立即有无数人掏出手机，争先恐后的往我面前凑。不是我删的，我还没办离职手续，他们就把我踢出了公司群。而每个原来同事的联系方式也是他们纷纷自己删掉的，好像觉得先倒打一耙就能罔顾事实。我笑笑，怎么会同意他们加我？幸亏工作人员早就有所准备，叫了保安进来维持秩序。那些人推搡着保安，我跟保安和其他工作人员道谢，说了辛苦后，就拉着诗晴的手离开这里，免得给他们增大工作量。出门前，我余光看见远远站在人群后，依旧不敢直视我的吴良，然后麻烦一个工作人员转交给了他一个名片，跟他说遇到问题可以来找我。毕竟看样子他内心应该也是饱受煎熬的，在这个社会上很难做到坚守本心，也很难做自己认为对的事，随波逐流才是常态，也是无奈。我开着车，诗晴坐在副驾驶上，我问他座驾舒服吗？他笑着点头，不消一会儿便沉沉睡去。他今天工作很忙，我本来想买好车去接他的，没想到因为一些琐事耽搁。我本来是想把车过户给诗晴，但是他今天来了，我就直接让他签了合同，我付钱，也省得多一道手续麻烦。开车回到别墅后，我把沉睡的他抱出车门，然后上了楼。动作间，他迷迷糊糊的，双手放在改为脖颈上不放下来。我哄他，乖，休息一下，我去做饭。有保姆，你每天忙什么？公司里的事不够你忙的。他虽然这样说，还是乖乖把手放下来，在床上躺好。我喜欢家庭的温暖。爸妈离开后，我常常因为没能过多地陪伴他们而懊恼，所以和诗晴在一起后，我无论再忙，都会安排好时间给我和他准备晚餐。当然也有实在安排不开时间的时候，每当这时，他总是会提着准备好的晚餐去公司找我，跟我说要按时吃饭，要对自己的胃负责。我看着诗晴的睡颜，只觉心头暖暖的。可好心情在我下楼没多久后就被打断了，我手机不断响起，全是各种验证信息，电话和短信。我心中阵阵发冷，这个手机号是我的私人号，是我给吴良的那个，没想到他竟然把这个号码给了还是他同事的那些人。吴良是拎不清吗？有困难来找我，包括换一个无论是氛围还是薪资待遇都更好的工作。宋总，我是原来挨着你工位的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还帮你带过客户呢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想了半天，原来是他。他说的帮我带客户，不过是帮我接了一个客户电话，跟客户说我去洗手间了，回来之后把电话回过去。可因为这个电话，他抽走了我一半提成。在我刚工作没什么收入的时候，宋总，我是您原来的同事赵强，您叫我小赵就行了。原来别人都嘲笑您家里是个臭卖鱼，只有我没说过。您看我家里遇到点困难，您能不能借我点钱？不多
30万就行了，和您今天随手买的车价格差不多。对于您来说，不算什么吧？原来是沉默的大多数。我不要求别人为我伸张正义，能沉默也是难得。可是他觉得我是个冤大头吗？宋总，我是钱大红啊，我原来买饮料，偶尔还帮您带一杯呢。您不会贵人多忘事，把我忘了吧？兄弟手头有些困难，也想买辆车，能不能资助兄弟点，偶尔帮我带一杯，然后道德绑架我，让我把他那杯的钱也付了。宋总，我匆匆看了眼，几乎全是些说原来对我有多好，现在有多困难，要跟我借多少钱的消息，只有一条不一样。宋枪先生您好，我是梁暖，今天看到您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只要肯努力奋斗，哪怕不能赢在起跑线上的人，也可以比大多数人跑得都快。我会加油努力的，您就是我的榜样。希望您今天不会怪我擅自查阅您未婚妻的资料，您和您未婚妻都是很优秀的人，希望我可以和诗情姐姐一样，拥有自己的事业，也能找到一个和您一样好的优秀男人。加油！看到这条消息，让我把刚才的一瞬间阴霾全都一扫而空。那些骚扰信息何必在意呢？他们发这些消息，只能证明他们越来越够不到我了。不是说现实条件，是内心的精神世界。我关掉手机，走到厨房准备晚餐。这时手机又接连不断响起来，是电话。虽然诗情在楼上睡觉，这里隔音也很好，但我还是怕吵到他，所以只好接起来。喂，宋枪，我是吴良。我嗯了声，还是怕其中有什么误会，于是没挂断电话，让他说明来意。没想到他一张口，同样是借钱。他说自己家里老人生了病，他这些年挣的钱全都搭进去了。他这些年没有离开公司，也是追求稳定。他让我不要怪他，这些年做生意，什么牛鬼蛇神都见过了。我不去评判他话里几分真几分假，算是还他当年的善念。我给他转了笔钱过去，没备注用途，没让他打借条，然后彻底把手机关掉，打开了静音。反正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要是真能救老人一条命，值了。谁让他是用这样的理由跟我开口的？我和诗情吃完饭，就开始商量举办婚礼的相关事宜。家庭和事业，我更看重家庭，因此不会因为工作忙就做甩手掌柜。诗情跟我说，他展结束了，最近没事，相关细节都可以由他来盯着，让我专心忙集团里的事。最近集团是有个大项目，不过我和公司里的专业团队完全能够应对。有时间，我还是不想让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事留下遗憾。展结束是让你休息充电的，不是让你再劳心费力的。即便是自己的婚礼，凡事有我。他抱住我不断亲，老公，有你真好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婚礼场地。本来都快选好了，有一个人却突然出现，一下扑倒在我面前。宋枪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是严菲菲。这才几天，她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蓬头垢面，身上也满是饭汤污渍。严菲菲，你有话好好说，怎么了？我看了看左右，要拉她起来，谁知她一下抱住了我的腿。宋枪，我错了。早知道当初我就该选你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不该贪慕虚荣。邹平他简直是个魔鬼。那天没买到车后，他回到家里就摔摔打打，甚至还对我动了手，连2个孩子都被他打进了医院。我不能再跟他过下去了。他现在不让我走，可是他在外面又养了别的女人，那个女人不愿给他生孩子，他就要一辈子拴住我。宋枪，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！他哭得魂似泪人，
从前的高傲再也看不到踪迹。我退后一步，挣脱他。严女士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而且你们的事，我没有任何名头可以干涉，我也不会干涉。他抬起脸，有些痴癫地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邹平不跟我结婚，我给他生了2个孩子，他不跟我结婚，转而却娶别的女人。我这么惨，你却无动于衷。你原来对我说的真心都是假的吗？你也是个人渣。我没嘲讽他，只觉得他可怜。你怎样说我也不在意。我现在连他这个人都不在意了，又怎么会在意他说什么呢？原来我确实觉得你长得好，说话也温柔，对你有不少好感，也被你利用，当了你说的舔狗那么长时间。我没必要否认，因为那都是事实。曾经的我悔不悔被人戏弄？当然悔，甚至又悔又恨。可是后来我有了诗情，有了事业，这么多年愈挫愈勇后，就觉得那都不算什么了。谁的人生不经历些磕磕绊绊呢？可是那都不代表什么。出于人道主义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律师，也许你和邹平现在可以构成事实婚姻，无论你们后续领不领证，你都可以为自己争取权益。他还想说什么？我把一包纸巾放到他面前，具体事宜我会安排助理和你交接，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说完这些话，我就离开了。此时正是骄阳正好，微风不燥的时候，我接起电话：喂，老婆，今天这个场地不太好，下午还有一个，我去看看，你和我一起来。好啊，记住别穿高跟鞋，会累。我老婆想办一个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婚礼，因此选的地方有些费脚程。我本来打算开车去接她，谁知她说：老公你辛苦了，我现在去接你，让你见识一下我车技有多厉害。我轻笑：好啊，我等你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